大家好，我是健康第一，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是3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我来做一个月的总结视频。我想在这个视频里边谈论3个问题：第一，3月和第一季度大盘反转日预测的一个小结；第二，目前美股大盘走势的技术分析；第三，4月极端反转日的预测与市场的展望。在我讲之前，我还是要重复一个声明啊，本人不是有执照的投资顾问或经纪人，而是业余探索市场走势的玩家，纯属对大盘的走势有兴趣，变了一点指标。我所说的不构成投资建议，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过去的统计不代表未来还能够继续。下面讲第一个问题，3月和第一季度大盘极端反转日预测的小结。为了节省时间我把3月份的5个反转日我都把它标在了图上，打了直线。第一个是3月6号，那这个预测就是对了头一天市场是一个上涨，3月6号这一天是由上向下反转收低。第二个是3月11号，这个3月11号呢，它是一个收盘低那么我把它换成线图，你就看到它是一个收盘低第二天市场反弹。第三个3月14号，它是一个向上的反转，头一天3月13号是一个收盘低，然后呢，这一天它就向上反转，这个预测也对了然后呢，3月25号这一天它是一个收盘高，那第二天大跌就跌下去了，所以3月25号这个预测它也是正确的。第5个是3月31号，就是今天那今天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由下向上的反转日早上大跌，它最后又反弹回来，所以我一共是给了5个预测全部都对了，没有一个是错的，所以这个月的准确率我的预测是100%正确。下边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季度的情况。这个第一个季度呢，我们回顾一下1月份给了6个极端反转日的预测，正确的是5个，错误的是1个。1月份的准确率是83%。如果你不清楚的话，请您去查看我前2期的视频。2月份呢，是我给了6个反转日的预测，6个都是对的错误是0，所以我的2月份的准确率是100%。那么3月份给了5个反转日预测，5个都对，0错，这个3月份也是100%。那总结这个第一个季度是17个预测极端反转日16个是正确的，1个是错误的，所以我这个预测第一季度的准确率是94%。这是去年全年的极端反转日预测的总结，全年的结果呢是76%。那么头3个月准确率是在全年是比较高的。去年第一个季度我给了16个预测，14个是正确的，2个错误，那么它平均呢是87.5%。需要指出的是，我给的极端反转日预测并不是每一个都是特别的好的。那什么叫特别好的呢？就是它能够抓住一个波段，一个 swing low 或者 swing high， 那算是比较好的。那我把这个今年第一季度比较好的，我把它打了黄的箭头这个是很好的。这一天1月10号它是一个 closing low， 然后市场就连续升了若干天这是比较好的。第二个呢是1月27号，这天是一个 low， 它既是一个 closing low市场第二天就跳空高开了，到5-6天以后它才回到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好的预测。这一天是1月31号，它是一个典型的由上向下的反转日，先形成了一个高，然后下来，第二天跳空下行，
连续走了4个交易日都还没有超过这个高啊，这个跟踪高一直到这一天已经过了1个多礼拜它才回来，所以这个反转日的预测是非常好的啊。这一天是2月6号，是一个收盘高，第二天市场高开低走，然后也是市场走了4天以后，第5天它才超过这个高，所以这个预测是一个好的预测哈。然后再下一个是2月20号，头一天呢它是一个收盘高，那20号这一天市场就开始往下走。为什么说它好呢？它是抓了一个 swing high， 这个波段的高，从这个高一直跌到这个地方，跌了几周的时间，所以这个预测是一个非常美的。然后呢，这一天3月14号它是个由下向上的反转，头一天是一个收盘低，3月13号它是个收盘低，那第二天它就向上反转，它也是抓住了一个收盘低啊，等于说也是一个 swing low 啊，从 swing low 跳起来。再有一个呢是3月25号，它是一个收盘高哈，这一天像是一个十字星。然后呢，市场连跌了3天，今天是第4天，这个预测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预测，抓了一个 swing high。然后今天这个预测现在还不清楚，因为它今天刚完，但是我的感觉今天的这个低很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谷底，因为大家可能看了 David Hickson 的视频，他在3月26号的视频当中说3月底可能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谷底。那如果是的话，这个反转日的预测那就也很漂亮了。那么我们在第一个季度一共给了17个，这里边呢1、2、3、4、5、6、7、8啊，这个现在还没出来不算吧，17个里边有7个，那不错了啊。如果把这个8算上，那就接近50%。头一个季度好，并不等于未来还这么准，而且很可能呢，由于第一个季度是准了，那未来会有比较多的时候出现不准的情况。现在我来讲第二个问题，目前美股大盘走势的技术分析。这里是月图，中间是周图，这边是日图。从 SPX 的月图看，这个月是一个很大的向下的下跌。我们这儿呢，技术指标是给了一个卖出的信号。我们可以说，从这个时候，2023年的10月开始的向上，到2月份到这2月份这个高，这一段行程就算是结束了，这边已经给了卖出的。等一下我再来把这个再具体算一下。这个是图，周图它是一个明显的双顶，波线是在这根线，波线是在这里，那它跌破了波线，从这个周图看它跌破了波线，它有一个向波线的一个反弹，这个从周图上来看是这样如果纯粹看周图呢，可能这个市场还没有完全跌完。如果是单看周图的话，如果市场没有跌完，那可能还有更低的价格从技术指标来看，已经连续3周是卖出，什么时候能够反转不太清楚。然后这个是 SPX 的日图上个视频我们曾经说过，这一根下斜的趋势线它是一个支撑，那这个支撑就在3月4号跌破了这个支撑，然后紧接着又跌破了这个谷底，也就是周图上的这个波线，然后它跌下去了以后，它反弹到这根波线就是越过了，然后再又跌下来。那么这个目前从日图上来看，已经是有连续3天是卖出的，但是呢，这一天今天呢，就是3月31号这一天，有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谷底，但是也不是很确定，这个还要看明后天的走势来确定它这个谷底会不会是一个重要的谷底。它有一个 lower 比前面这个低更低，但是它今天的收盘又收过这个，所以有一种可能它要继续往上走，但是也可能什么时候它又继续又跌下来，这个是不太清楚的。这个是的日图，然后我把那个
月图我也稍微再讲一下。这个月图我在今年年初的那个视频里边我就讲了过去的这个总结。那实际的高在今年的最高点，历史高吧，是6147.43啊，发生在2月份。那么回撤，那么3月份这个低呢，从这个高到这个低，3月份的低是5488.73，那大概就是5500点的样子。目前来看，它的回撤如果是从这里2022年10月的低，然后升到2025年2月的高，然后再回撤到这个月3月13号的低，SPX 已经回撤了24%。但是如果从这个低开始往上来看的话，那么这个低呢是2023年的10月，又过了一年。从这个2023年的10月到今年2月的高，然后再回撤到本月的最低点，它已经回撤了32%。还有一个低是2024年的4月份，从这个低上升到这个高，再回撤到3月13号的这个低，它已经回撤了大约50%。所以这是目前回撤的情况。那这个市场它将会由此就继续反弹呢，还是还会再往下走？这个不确定，我们还需要继续的看，根据市场的那个走势我们来判断。第4个问题，4月极端反转日的预测与市场的展望。4月2号、4月7号哈，这是我2月28号给的这个预测。然后4月8号、4月11号，这个12号它是周六，是个满月。那我顺便也讲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这个指标它本意上预测这个波幅增大的，也就是说4月2号到4月7号这一段时间，可能这个市场的波幅会加大，平均的日波动量会加大。但是这个波幅加大的准确率并不是很高的，所以我还是把它这么写出来哈。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趋势段的这个起点和它的终点哈，这2个日子成为一个极端反转日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4月8号到4月11号，这是一个趋势段啊。那么8号和11号是2个非常可能的极端反转日。11号是周五，第二天12号是周六，是个满月，所以这个满月增大了4月11号成为一个极端反转日的可能性。在下面呢是4月17到4月23，就是说17号和23号这是2个可能的反转日。再下来是4月28到4月30号，这个一个趋势段。27号周日是个新月，4月28号这个周一啊，它成为极端反转日的可能性就会大很多。然后呢，我把5月份的也给2个，就是5月2号到5月9号这个趋势段。那么2号和5月的9号是2个非常可能的极端反转日，大家可以把这个图存一下，过日后参考。那我也感觉到这个月给了8个，4月份有8个的话呢，我感觉到隐隐就是当他给的比较多的时候，错的时候他会比较多啊，就是说这个准确率的百分比会下降。通常5、6个的时候准确率会比较高，这个准确率可能会受影响。我呢还是要重申极端反转日的定义。我说的极端反转日呢是2种情况，一个是盘中的反转啊，就是收盘价和跟头一天呢是相反的啊，这个呢就是要看 bar 图或者蜡烛图。第2种情况呢是极端收盘价，就是收盘的低或收盘高4日的走势相反。那么这个是要看线图，看收盘的线图。因为有这么2种可能，再加上我的预测也可能是错的，再加上这个极端反转日可能是一天的行为，它不一定总是一个新的 swing 的开始，它可能就是一天的行为。所以有这样3种原因就决定了你不能够简单的根据我的这个预测你就去下单的，您必须要跟着您的交易系统的那个信号走，
而不要就是简单的说我这边是个极端反转，说我就去做，就按照这个反转日的预测去做，不行的。我再强调，因为有两种情况，我们事先并不知道是哪种情况。第二，我的预测可能是错误的，这两种情况它都是错的。第三，我的预测这个给的反转日有可能只是一天的行为，它并不是一个 swing high， 因为我们看到第一季度的这个 swing high、swing low 的这个抓住的这个反转日不到50%，所以就不能够简单的用这个我的这个指标这个预测去下单，要跟着你的技术指标走，根据您自己的信号走。最后一个问题，4月极端反转日的预测与市场展望。这个展望我就讲几点一点就是3月份我这里月图给了卖出信号，然后2023年10月的升浪已经结束了，这个是它升到了一个高点，它现在就是已经结束了。市场呢，它转入了一个修正期，这个修正期是否已经结束，它何时会结束，我是不确定的。它有可能它结束了，也有很大的可能还没有结束，这个我们只能跟着市场的走势，我们才能看清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在上期视频说2025年上半年可能会有大的回测，我给的目标价是5100到5500。这个月3月13号它已经把这个跌破了，已经跌到了5500之下。3月的这个底到了5488.73，所以呢我们已经进入这个目标价的范围，但是我仍然不能够确定它是不是已经跌完了，现在我不知道。第三个问题呢，就是3月份是2020年3月那个病毒大流行的谷底算起来的正好第60个月，同时它又是2022年9月收盘低的第30个月，然后下一个月是2022年10月谷底的第30个月，那么这2个月就是本月和下月市场出现反转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第四个问题，4月份的均衡价位是在5700，准确说是5695.56也就是说 SPX 它越过了5700，那它就会有较大的可能会继续上扬。如果它走到这个5700受阻回撤了，那可能它会就走低。如果上扬，上面的这个阻力是5900，然后下边的支撑是5400。然后顺便说一下 David Hickson 他这个视频他做的一些预测，最新的一个预测他是3月24号做的，那我是26号才把它翻译出来。从这个视频他讲月底可能会出一个重要的谷底，所以他讲的呢，我跟了一段时间还是挺准的。就是他在最后的这个3月24号的视频里，他说在4月中旬可能会出一个40天的谷底然后在5月的第3周可能会出一个80天的谷底但是不确定的是这个80天的周期是一个上涨的周期还是下跌的周期，他也是不确定的，因为他也手里没有水晶球。就是两种可能，就是5月第3周的这个80天的周期的谷底，如果它是一个看跌的周期，这个谷底会比现在还要低。那反过来，如果这个80天的周期是一个上涨的周期，那这个谷底就会比我们现在的价格还要高，这是目前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我就讲这么多请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希望听到您的反馈意见交流互动。第二呢，请关注油管股市房市天下事频道的社区我会定期更新大盘走势的资讯。第三，希望也关注原来的老频道舒适生活，以前的投资类的视频仍然有参考价值，那你要回到那个旧的地方去看。最后，我感谢您的观看、订阅、点赞与分享转发，我们下期视频再见。